嘿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这趟超酷的领导力冒险。今天我们要解锁的不是什么藏宝图，而是一份能让你直接突破职涯瓶颈，带领你的团队航向成功的关键地图。没错，就是所谓的情商锻炼术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开始吧。你看这句话真的说得太好了。智商让你登上船，但情商才能决定你是不是能成为船长哦。很多研究其实都发现，你的 IQ 比较像是那张船票，它决定了你可以进入哪个领域工作。可是你到底能爬多高，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，关键真的就在你的 EQ。你是不是有过这种感觉啊？就是自己的职业航行明明已经超级努力了，却好像撞上了一片看不见的暗礁，就卡在那里动不了了。你可能专业能力一级棒，但生鲜的机会，怎么老是跟你擦身而过？那问题很可能就出在像你平常没注意到的关键能力上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揭开这张隐藏版的职涯地图。这张地图最核心的东西，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情商，也就是 EQ。它就是那个决定你航行高度的无形天花板。你看这个对比，哇，一目了然。IQ 就是你的智商和专业知识，它就像是入场券，没有它，你连船都上不了，这是肯定的。但是你的 EQ， 你的情商，才是决定你能不能从一个水手一路晋升到大副，甚至是船长的那个天花板。因为它管的是你怎么去面对压力，怎么跟人合作，还有你怎么去激励你的团队。OK， 那要怎么提升 EQ 这个能力嘞？别担心，你绝对不是赤手空拳的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开箱一套超级强大的冒险家工具组，也就是 EQ 的4大象限，他们会是你这套航行中绝对不能少的装备哦。来，第一件工具就是你的罗盘自我觉察。跟你说，这是所有改变的起点，它能让你非常精准地知道自己现在的情绪状态是什么。就像罗盘永远都指向北方一样，它能让你搞清楚自己内心的方向，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某些反应。有了罗盘之后，你还需要一个船舵，也就是自我管理。光是知道自己的情绪是不够的，你得学会去驾驭它，对吧？就像这张图画的，自我管理就是你掌握船舵的能力，让你在情绪的惊涛骇浪中不会被带着乱跑，而是可以主动选择方向，做出最理智的回应。接着，我们需要一台雷达，也就是社会觉察。你想想，在茫茫大海上，雷达可以帮你侦测到周围的船只天气变化同样的道理，社会觉察让你能够很敏锐地去感觉到整个团队的气氛、同事的情绪，还有公司内部那些人际关系的流动。最后也是最关键的，就是你的船员，也就是人际关系管理。你想嘛，一艘船要开得又快又远，绝对不能只靠船长一个人这项能力讲白了就是去鼓舞、影响，并且引导其他人，让整个团队可以同心协力，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的艺术。好，工具我们都了解了，但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提升 EQ 感觉起来这么难？因为这根本不是在学知识，而是要重塑你大脑里面的神经回路，这可以说是一场大脑内部的改造工程啊。你可以这样想象，我们的大脑天生有点懒惰，它喜欢走那条阻力最小的路，也就是我们早就习惯的那些旧的反应模式。比方说，一生气就大吼，一紧张就想逃避，这些其实都是深植在我们神经回路里的自动导航。所以要改变，就必须刻意去建立新的连结，来对抗这种大脑的惯性。那要怎么动工呢？来，这里有几个从心理健身房来的科学工具，很实用。第一，每天花个10到15分钟做正念冥想，这可以让你的情绪中枢冷静下来。再来就做认知重评，简单说就是练习换个角度看事情，把威胁看成挑战。还有一个超关键的，叫做6秒暂停法，在快要失控前，给自己6秒钟，让你的理智大脑追上来，重新拿回主导权。讲到训练，很多人可能第一个念头就是是不是要花很多时间？先别急着放弃，我们要介绍的是更聪明、更有效率的方法。
关键真的不在于时间的长度，而是在于你练习的品质。你看这个对比哦，就超级经典。一个人开了20年的车，不代表他就会变成赛车手，对吧？那叫做单纯重复。要真的进步，你需要的是刻意练习，就像赛车手那样，专注的去跳出舒适圈，主动找回馈，然后针对自己的弱点进行高强度的修正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打破一个超级大的迷思——10000小时定律。很多人一听到这个数字就直接投降了。但是啊，你要知道，10000小时那是成为像世界顶尖小提琴家那种大师所需要的练习量。对我们在职场上要提升效能，你真的完全不需要那么久。那到底要多久？这个答案可能会让你觉得很振奋。研究发现，只需要短短20个小时的专注练习，你就可以从完全不会进步到还不错的程度。而要让高 EQ 内化成你的第二天性，也只需要几个月的持续努力。所以改变真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快。所以我们练习的最终目标是什么？其实就是要将这些一开始很耗费心神的有意识行为，把它转化成一种毫不费力的直觉反应，让高情商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，变成你的本能。而要达到高效训练，核心中的核心就是80-20法则。你真的不需要精通所有的 EQ 技巧，在职场上，你只要专注在那最关键的20% 的能力，也就是情绪的自我控制，还有同理心，就能为你带来80% 的领导力成果。CP 值超高。我们可以用这张表格来总结一下我们整个策略。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坏脾气坏习惯都属于左面的习惯，它是一种无意识的自动导航，不费力，但结果很糟。而我们的目标就是利用右边那个虽然比较耗能，但超级有效的刻意练习，来拆掉旧习惯，最后把好的 EQ 行为也变成一种省力的全新的优质习惯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那今天听完第一步到底可以做什么？超简单，首先锁定你的关键20% 能力，比方说就从倾听开始，接着设定一个超级小的目标，例如我这周开会都要当最后一个发言的人。最后每天花个15到20分钟，有意识的去练习跟反省。记住，关键不是时间长，而在于刻意。总结一下 ，IQ 是你的船票，但 EQ 才是决定你这一趟航程的罗盘跟船舵。透过刻意练习，你可以重塑你的大脑，把高情商从一个刻意的行为变成一种强大的直觉。你的领导力冒险现在正等着你，你准备好起航了吗？